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78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每年关注度最高的鞋款，2023年 Jordan Brand 推出的旗舰鞋款 AJ38。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从31代开始 ，AJ 正代就开始了在外观方面的致敬，但是最近这几代，感觉致敬的元素好像越来越少了。到了这一代身上，如果不通过一些过度的解读，你很难发现38代和8代在设计方面有什么相似之处。除了鞋舌处都使用了这种圆形的 Jumpman logo 之外，其他我真的找不出来。即使连8代身上最有标志性的这个交叉绑带，在38身上也完全找不出任何影子。而且作为一双发售价1599的正代鞋款，它所使用的鞋盒真的非常垃圾，真的是将环保理念发展到了极致。在配置方面，使用了全掌的 Zoom Strap， 加上下面2层密度不同的泡棉，中间1层的硬度感觉比较接近于 Cushion， 而最下面1层的红色泡棉非常软，硬度比较接近于 React。不过官方并没有对这2种材料进行标注，我也不知道这2种材料究竟是什么，只能让还没有购买这一双鞋的兄弟们大致了解到这2个缓震材料在硬度方面跟什么材料比较接近。鞋面使用了大量的类皮质材料，加上球鞋两侧大面积的大网眼针织材料，鞋舌使用了太空棉的材质，整体的内部填充做得非常扎实。在重量方面，单支 42.5 码的 AJ38 重量是398克，重量表现还算不错。在尺码的选择方面，这一双鞋也并不偏码，我平时耐克穿 42.5， 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的 42.5 还是比较合适的。而且球鞋的鞋楦也略微偏宽，内靴的覆盖范围也比较小，对于脚型的适配范围非常广，不管是宽脚还是高脚背的兄弟都可以选择这一个鞋款。在实战方面，我们依旧还从大底开始说起。大底使用了相对比较传统的全掌人字纹大底，整体的抓地表现还算不错，在干净的场地上面能够做到想停就停的水平。但是如果你喜欢变向，那这一双鞋的抓地力一定不能满足你。没错，是一定。球鞋在内侧发力点位置处以及外侧的受力点位置处都做出了开槽，并且在这2个开槽处都只有非常细小的纹路覆盖。其实纹路不纹路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最主要的是在内侧发力点位置处的开槽，导致了在变向的时候，大底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实在是太小了一点。我在穿这一双鞋做变向的时候，有好几次都因为这个问题而滑倒，尤其是在做一些幅度稍微大一些的变向动作的时候，这一个问题就会更加的严重。到后面直接就导致我穿这一双鞋的时候不会再去做一些大幅度的变向了，心里根本就没有底。而在耐用性方面的表现，它也存在着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虽然大底的橡胶在硬度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在硬度计的测试下，度数能够达到70以上，而且纹路还做出了双层的处理。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刷到了不少这一双鞋开胶的情况，对吧？大底的外侧开槽位置非常容易出现开胶的现象，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毕竟一双鞋连基本的质量问题都没有办法保证的话，那真的很难让人掏腰包去为它买单。你会买吗？大概率不会吧，是吧？而在中底方面，不夸张的说 ，AJ38 是我近几年里面穿过脚感最好的一双篮球鞋。第一次上脚，它的踩屎感就非常强烈。虽然跟 KD 这几年的签名鞋一样使用了全掌的 Zoom Strap， 但是 KD 系列所使用的鞋垫一般都是用的记忆鞋垫，鞋垫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硬度，穿上脚之后，中底气垫的感觉不会那么的明显。而 AJ38 所使用的鞋垫则是比较普通的鞋垫，而且在气垫位置处，为了使鞋垫与气垫更好的贴合，鞋垫在气垫位置处在厚度方面还有着明显的下降。中底部也用的是非常薄的衬布，很软很薄，跟之前 KD 系列的无中底部设计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穿上这一双鞋之后，你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它中底气垫的存在以及它的柔软。全掌 Zoom 气垫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出色的脚感，在这一双鞋身上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淋漓尽致，脚感真
真的非常棒。喜欢脚感出色篮球鞋的兄弟一定会喜欢这一双鞋的中底体验，但是一旦开始打球，你会发现它的种种不适。首先第一点就是在突破过程中明显的泄力感，在每一次发力蹬地的过程中，你都能感觉到中底的泄力感，脚底下的感觉很不直接，拖泥带水的感觉真的非常明显。第二点就是它的缓震极限也并不是特别高，虽然确实它的脚感十分出色，非常柔软，但是它的缓震基本就是依靠外部包裹的泡棉所提供的，在单纯有脚后跟着地的时候，还是会出现一定的震脚感。为了得到出色的脚感，你要为之放弃的是反应性以及缓震极限。不知道你会怎么选？反正我一直都不是特别喜欢这一种搭载全掌 Zoom 的篮球鞋。我相信有膝盖方面伤病的兄弟们一定也跟我一样，对吧？中底的龙骨落差控制的比较合适，穿在脚上并没有明显的前高后低或者前低后高的感觉，整体的中底重心也比较合适，就是正常团队鞋款的中底高度，并没有明显的倾向性。对于运动习惯的适配也是比较广的，不管习惯使用前掌跑动还是全掌跑动，穿这一双鞋跑动时的感觉都是差不多的，都不算特别的出色。因为中底的脚感太肉，跑动时感觉脚底下非常的拖沓，再加上它平整的大底设计，鞋头上翘的幅度真的是有点少，穿上这一双鞋之后，甚至都有一些不太想去跑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真的感觉并不是特别好。而它中底的整体刚性还是比较不错的，在做大幅度变向的时候，球鞋的整体姿态能够保持的非常不错，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但是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的时候，两侧的 TPU 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顶角现象。在静态舒适度方面确实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但是在动态的舒适度方面，它的表现并不能令我满意。在鞋面方面，整体的强度表现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能很好的兜住双脚，整体的包裹舒适度也非常高。它的鞋面是属于那种柔软且有强度的那一挂的，表现非常出色，这一点跟哈登7代是非常相似的。而它的鞋面虽然在两侧都使用了镂空面积非常大的针织鞋面，但是由于内部填充实在是太厚，鞋舌也用的是这种不透气的太空棉材质，穿它打球捂脚的感觉还是挺明显的，并不是特别适合夏天穿着，可能秋冬季节选择这一双鞋会更加合适一些。它的整体稳定性表现也同样非常出色，绝对可以算得上是顶级的存在。穿这一双鞋打球的时候，脚底下非常踏实，但是因为过于注重稳定性，它在灵活性方面的表现并不是特别出色。你想要更为出色的稳定性，你可以选择这一双鞋，但是如果你想要的是更为优秀的灵活性，那这一双鞋并不适合你。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我把它分为2个等级。如果站在外线球员的角度，我给它的评级是低级。它真的非常不适合外线球员进行选择，糟糕的灵活性表现和非常明显的中底泄力感，这都是外线球员比较难以忍受的点。而如果站在内线球员的角度，我给到它的评级是 B 加。它出色的稳定性表现以及足以应对高强度实战的刚性，都是内线球员的刚需。但是它在缓震极限方面的表现，我觉得对于大体重内线来说是不太够用的，所以 AJ38 的整体定位真的有一些尴尬。不管是外线球员还是内线球员，他好像做的都不够出色，好像只有对于缓震要求并不高的内线站桩球员会比较适合这一个鞋款，其他都不是特别的适配。但是考虑到它存在的质量问题，我暂时不是特别推荐大家去进行购买。如果你一定要买，尽量还是通过官方渠道进行购买，这样还能有一个基本的3包服务，不然开胶了之后，你只能被迫学会修鞋的这一项技能了。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